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有隼，不知道你了解多少呢？不妨看下去，一起来了解讨论。有隼有时被叫做北美的鸦鹰，是一种国际猛禽，属于隼科。这家伙大概有乌鸦那么大，背部呈蓝灰色，下面有些白色的条纹，头顶是一片黑，你懂的。看起来就是一只很拉风的猛禽。专家识别出17至19个亚种，它们的外观和范围各不相同。有隼的体长为34至58厘米，翼展为74至120厘米。雄性和雌性具有相似的斑纹和羽毛，但与许多猛禽一样，有隼在体型上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异形性。雌性比雄性大30%，这家伙的速度可真是没谁了。它以闻名于世的速度而自豪，在狩猎时，特别是那个俯冲阶段，可以飙到320公里每小时以上，这让它成为动物界的飞行冠军。据说，根据国家地理电视节目的数据，有隼的最高测速达到了389公里每小时，简直就是空中飞弹。而且和其他常规的吃鸟猛禽一样，有隼也是性别二态的，不过雌性要比雄性大得多，这就是性别差异的体现。总体来说，有隼就是一只速度与力量兼备的空中霸主。有隼的繁殖范围真是广的，让你随时能碰到它。它们能待在北极苔原到热带的陆地地区，简直就是地球的全能王者。除非是在极地、超高山和热带雨林这种地方，它几乎无所不能。哦，对了，还有新西兰，那里是唯一完全没它的踪影的地方。这可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猛禽之一，也算是分布最广的野生鸟类。不得不说，这家伙的成功主要要感谢人类的引入。家鸽和野鸽可是岩鸽的驯化版本，而岩鸽又是欧亚有隼种群的最爱猎物。由于野鸽在城市中比其他鸟类更普遍，所以它们成了有隼种群的美味食物。特别是在城市环境里，这个美味可是随处可见。在分类学和系统学上，有隼可真是个猛禽家族的一员。它的家谱里还有隼和草原隼，这支家族大概在3到800万年前的中新世晚期或上新世晚期左右分道扬镳，不再搭理其他猎鹰。它的起源可能在欧亚大陆西部或非洲，因为有隼群里有旧世界和北美的物种，至于和其他猎鹰的亲戚关系，就没那么清楚了。因为广泛的杂交弄得 DNA 序列分析变得复杂。有趣的是，一只猎隼的一个遗传谱系是源于雄性猎隼祖先，与雌性有隼祖先结合，产生了可育的小宝宝，然后这些小家伙后代就一直在繁衍青隼。今天，有隼在圈养中还会和其他物种搭伙，比如和蓝纳隼配对就能产生 Paralaner 这种混血鸟，它可是猎鹰领域里很受欢迎的，因为这家伙集结了有隼的狩猎技能和长隼的耐寒本领。还有玄隼，和有隼搭伙可以生产大个、颜色鲜艳的鸟类，供驯鹰者使用。看来有隼在基因上仍然是隼家族的亲戚。有隼主要泡在山脉、河谷和海岸线上，最近还越来越喜欢混迹在城市里。在温和的冬季地区，它们通常是常住居民。有些家伙，特别是成年男性，会留在繁殖区。只有在北极气候的地方，才有些家伙会在北方冬季飞得老远。这帮家伙在俯冲的时候，速度比地球上其他动物都快，得先飞到挺高的地方，
然后以超过3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陡峭地俯冲下去，以击中猎物的翅膀，以免在碰撞时搞伤自己。这种俯冲产生的气压可能会损害鸟类的肺，但猎鹰的鼻孔上有小骨节，理论上可以引导强大的气流远离鼻孔。这样一来，鸟类在潜水的时候呼吸就轻松多了。为了保护眼睛，这些猎鹰还会用它们的眼膜，也就是第三眼睑，来瞥眼泪和清理眼睛里的碎屑，保持视力。而那个黑暗的颧骨条纹或小胡子，就是在强光下瞄准快速移动的猎物时，可以减少太阳眩光并提高对比度敏感度的。在太阳辐射较大的地方，这个小胡子更宽更明显，支持了太阳眩光的理论。有隼的眨眼频率高达129赫兹，对于这种大小的鸟来说算是相当快的，比许多哺乳动物还要快。有研究发现，理论上在低空飞行时，它们的极限速度是400公里每小时，而在高空飞行时是625公里每小时。这群猛禽可真是天空中的极速飞行者。有隼已经在人工环境中成功的繁殖，有的被用于猎鹰活动，有的则被释放回野外。直到2004年，几乎所有用于猎鹰的有隼都是在美国濒危物种法颁布之前捕获的后代，或者是通过人工繁殖注入了少量野生基因的。有隼在1999年从美国的濒危物种名单中被删去了。这成功的复育计划得益于驯鹰者的辛勤努力和知识，还有与百富勤基金以及州和联邦机构的合作。通过一种被称为黑客的技术，最终在与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多年的密切合作后，2004年终于允许有限度的捕捞野生有隼。这是30多年来专门为了猎鹰捕捉的野生有隼的首次捕捞。这个过程真是经过了不少努力和合作，为有隼的保护和繁衍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有隼可真是猎鹰圈里的名人，它的使用历史可追溯到中亚的游牧民族，已经有3000多年了。这些经验丰富的驯鹰者有时候还会用处理过的有隼来吓跑机场附近的鸟类，降低空中飞行的风险，提高空中交通的安全性。在二战期间，这帮小伙子甚至被用来拦截那些打算回巢的鸽子，而且这些有隼在人工环境中成功繁殖，有的被用于猎鹰活动，有的也被释放回野外。直到2004年，几乎所有用于猎鹰的有隼都是在美国颁布濒危物种法之前捕获的后代，或者是通过人工繁殖注入了少量野生基因的。有隼在1999年从美国的濒危物种名单中被删除。这一切真是让这群小猛禽在人类的帮助下走过了不少波折，为空中交通的安全和人们的娱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因为它引人注目的狩猎技能，有隼常常和侵略性、武力联系在一起。在古埃及，太阳神 Ra 经常被描绘成一个长着有隼头的人，头上戴着太阳盘。尽管大多数埃及学者认为它可能更像是一只蓝纳猎鹰，美洲原住民密西西比文化约800到1500年则将有隼和其他几种猛禽视为象征空中、天体、力量的形象，并在葬礼上将地位崇高的人埋葬时穿上与猛禽凶猛有关的服装。在中世纪晚期，使用有隼进行狩猎的西欧贵族认为它是与王子有关的鸟，在正式的猛禽等级制度中仅次于与国王相关的玄隼，被视为一只皇家鸟。它的勇气比它的爪子更武装。有隼饲养员使用的术语也使用了古法语术语 gentle， 意为高贵的出身。
贵族，尤其是有隼。有隼还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国兽，自1927年以来一直是俄亥俄州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的官方吉祥物。2007年，美国爱达荷州也有一只有隼，而在芝加哥，有隼则被指定为官方城市鸟类。这些都彰显了有隼在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各位看官一定要订阅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下次我们再说一些有趣的内容。如果你有其他看法，欢迎你的留言。